嘿，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會強制你逃跑的一隻英雄打的這一場比賽。那環顧整個遊戲的英雄的詞啊，其實我覺得只有這一隻英雄會強制你逃跑，因為基本上他是沒有什麼可以反制的手段，就算有也是非常之高風險的。對，那就是什麼英雄？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敵人啊，降臨術士。對，就是啊，就像這個樣，不停用那些精靈來制造這個大爆炸，來把你炸血量的一隻英雄啊。那加上啊，這個英雄啊，還有一個非常之離譜的功能，就是自動追蹤功能。所以基本上你是不可能用任何的方式來接近他的。对了，所以今天啊，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降臨術士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技能階段，你可以看到，只要他有技能的時候，你基本上你只要一過去，那你就會被個技能叮一下，就像這個樣。那還有什麼處理方法？那這樣說的話，那其實啊，這個處理方法很簡單，就像我剛才一開始所說的一樣，直接逃跑。對，就把他那些精靈的那個時間啊耗光就行了，因為這個精靈啊是有那個時間限制的，這個時間一過，他的技能就會消失。那個消失的那個期間就是他那個這個本人啊最大的弱點，你只能趁着這些時間來把他抓住，不然的話這個機會錯過了，就會輪到他來進攻。所以你看到我直接用了這個法老披風，不計成本的用技能把他抓住。那可以啊，這邊的話他開了反裝，那我們直接在他精靈出來之前繼續進攻。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又用了這個頭盔來進行這個捕捉，但是我失手了，因為他的那個人的那個位置跳來跳去，我完全反應不到，所以我導致失手。OK， 這邊又抓到，那我們就趁着他，哎呦可以，那他這邊直接用了這個披風反裝來離開，那代表說他的那些反裝應該全都用完了，這邊直接用開 SD 把他抓住。哎呦，我這邊沒想到他的 S 已經存好了，因為他剛才有開過一次。那這邊呢，我們唯一做法就是像我现在所說，直接跑開。对，因為這個是完全不能反制的，所以我直接用你最快的英雄直接跑開。那我的話就是你剛才所看到的鋼鐵動能。OK， 這邊抓到他的一個符尾啊，那我們直接把他踢死，再一點點。那我們直接用射塔彈把他射死。那正常來說，這個射塔彈應該是不能全都防禦的。那你可以看到他被我射掉了一件裝備。那我們的盔甲全拿，直接用盔甲把他打死。OK， 來到這個第二回合。那其實一開始他通常只會有一個精靈，那只有一個精靈的話，其實你可以嘗試一下進攻，但我只能說只能嘗試一下。那因為啊，他就算只有一個精靈，他的那個自動追蹤功能也會導致他那個精靈會不停的叮你，然後每次叮你一下的話，他的那個能量就會傳一點點起來。那如果傳得越高，那他技能就會越來越多隻。所以的話，如果你的進攻啊一開始就算只有一隻，你的進攻如果失敗了，還是建議你直接逃跑。OK，這邊抓到，直接給他黑毛 combo。那這邊他換了這個李舜臣，代表說他的那些主英雄降臨術士是沒有能量的，因為他的能量是不會保存的。如果換英雄的話，我這邊的話繼續進攻，因為他沒有精靈在背後。哦，這邊他直接開了 SC 的話，你看到我的技能還沒好，那直接用你最快的英雄跑開。對，又是我們最著名的逃跑英雄鋼鐵東尼了。可以看到，哎呦，這邊之後如果你逃跑失敗，就會讓他炸起來，然後他的那個能量就會類似一個續杯的一個狀態，就是他能量會不停地傳好。那他那個技能就永遠不會消失了。為了讓我們繼續逃跑 ，OK， 他技能被我耗光了，那可以進攻。那其實打這個降臨術士啊，就像一個回合制的一個對戰一樣，只要對面有技能的時候，你就逃跑；對面沒技能的時候，你就進攻。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是打算嘗試進攻啊，那但是進攻失敗就會導致讓他壓着來打。那個就是我一開始所說啊，除了逃跑之外，還有一些高風險的進攻手段，就像我剛才一樣，直接用這個 breaker 重擊嘗試把他打倒地，那他的技能就會消失了。那但是啊，失敗的話就會被他完全的那個血量來那個非常大的一次血來壓制啊。那為什麼是使用 breaker 來把他打倒地，而不是用其他什麼正義隊長啊那些東西來把他打倒地？那其實啊，是因為他有裝這個功夫小龍頭盔。那功夫小龍頭盔的話，它其實就是為了避免他倒地之後那些技能会消失，就是增加一個容錯率啊。那當然是 breaker 那個重點啊，是可以把他那個功夫小龍頭盔
封住，就是不能使用啊，就会导致他那個技能會直接消失。所以的話，這是為什麼我要使用 Breaker 的重地來嘗試來進行這個進攻啊，就是就算他有精靈的時候。那還有什麼英雄是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那另一隻英雄就是這個超人帕特這個重地，也是可以封住對面的功夫小頭盔啊。我這邊要繼續進攻，那我們就小心點，別讓他那個追蹤的能量彈打中嘛，應該叫能量彈。我這邊抓到，直接給他黑毛 combo， 哎呦，但是重力的關係，直接黑毛 combo 直接失效了。那但是沒差，我們直接繼續進攻，因為他的技能還沒存起來。OK， 這邊可以看到，他換的這個陰陽師把我打倒地，就是把他打下那個掉落區啊。那其實為什麼這麼做？那一來啊，是為了制造第三把敵人；二來就是敵人掉下去，然後上來了一段時間，他的那個降臨術士的能量是可以剛好傳好醫治那個精靈，然後可以繼續他的那個進攻回合啊。OK， 這邊的，哎呦，這邊的他 SD 是直接把一些技能全都召喚出來啊，所以的話，你看到這個 SD， 我建議你直接放棄進攻。那如果你進攻成功的話，就會像這個樣，把他 SD 直接打到失效啊。那但是這個也是高風險的做法。哎呦，這邊直接用了這個絕招，我也沒想到。那絕招的最終階段就是僵屍衣服配合這個護士頭盔，那個成功率達到99%啊！我這邊抓到，直接把它打下去了，很好啊。在他還沒有使用技能的情況下，把他技能封掉，然後給他一套黑毛扣，我直接把它收掉，來到这個第4回合啊。那所以的話，其實也可以發現，他這種像你說的一種，他唯一依賴的或者是依靠的只有2個，一就是他那個精靈，二就是他那個防禦功能。那為什麼要依靠防禦功能？因為他沒有技能的時候，他那個英雄的那個機體力啊，其實非常之弱，他只能依靠這些防禦功能，就是那個按着 S 那個功能啊，來阻止對面那個進攻。不然的話，他那個能量是完全的傳不起來的。那這邊非常之好，我的前期對他的壓制非常之充裕，所以導致他的能量基本上就完全的傳不起來，連一隻精靈啊都召喚不出來。那所以呢，看到他直接看了個 SD， 讓我們直接拉開距離，不要讓他衝過來，用那個技能自動追蹤來把你打倒地，然後炸你幾下。那其實為什麼這個降臨術士不像我們之前幾個月前遇到那個降臨術士可以無限轟炸？那其實啊，根據我後期聽一些其他人所說啊，之前那個4、5個月前嘛，那個降臨術士可以無限轟炸，原因不是那個實力比他厲害，就是不是那個實力比現在那個降臨術士厲害，是因為當時那個降臨術士他用了腳本。對，聽說是這樣了，所以說其實降臨術士啊，現在那個版本基本上是不能無限轟炸的，除非你用了腳本。那這個是我聽說回來的，我這邊呢直接用那個絕招把他那個技能封掉，但是可惜的是沒有把它打下去啊，那比較可惜，讓他反擊起來。那我們現在又是回到這個回合制的比賽，先把他那個精靈消耗掉，那這邊成功把它消耗掉，那我們披風還有技能。那我們嘗試把它抓住，然後給他那個披風來消技，那不錯。那這邊的話，其實啊，把它打下去應該是完結了。